这里外面也看得到富士山呢，还好有住到这一边的房间。我想住在富士山周围的居民，应该每天一出门一抬头就都可以看到富士山吧，就很像每天都看得到的熟人邻居。然后我们这一次来发现，在静冈还有另外一个很容易看到的景观，就是一望无际的茶园。所以到了静冈，怎么可以不去茶园看富士山呢？因为静冈大部分区域的气温跟雨量都很适合茶树生长，所以就成为日本最主要的茶叶产地。那我们在经过挂川要前往富士市的时候，就看到一整路都是茶园的景观。静冈的富士市和富士山中间这一带是一个缓坡，那有两个可以看到富士山的茶园，一个是金宫茶田，那另外一个就是大渊市场。这两个都有以富士山为背景的大片茶田，可以进去走一走。后来我是选择去大渊市场，因为看了 Google 地图之后，发现那边的范围比较大，然后好像有路可以直接骑到茶田旁边，所以看起来就很想去。我还没有在茶田里面骑车过诶。我们是住在新富士站南口的东横印，那从那边骑到大渊市场大概是11公里，沿路几乎就是直走，然后骑的时候啊，就有感觉到一直在上坡，然后吹的风也越来越凉爽。这里自驾比较好来，因为如果是搭大众交通工具，从最近的公车站还要走20分钟。因为也不知道茶园里面的人多不多，所以想说还是不要直接骑进去，先停车用走的进去看一看再说好了。这里就可以停车。哦，不记莎莎吧，那个中文的我不知道怎么念。哦，不记莎莎吧。他说这边是少数没有电线入境的那个茶园，然后可以拍富士山的地方。可是这里还是，就是它还是有农家，就这些其实还是真的农家的茶园。所以他说尽量不要踩到人家，不要进去农家的地盘。哦，前面开阔一点就看到了。你看那边是弄一个取景框的意思嘛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是真的哎。哦，这个地方取景很漂亮。这个木框左边写着北斋也想一览的大渊市场。北斋是日本浮世绘大师，他画的富岳，也就是富士山36锦里，有一幅就画了富士山和农忙的静冈茶园景观。虽然画的不是大渊市场，但是因为这里没有那么机械化，就有保留一点点画里那种传统茶园的感觉。
而且我们在静冈其他地方看到的茶园，大多都架满了一根一根的风扇，但大渊市场是静冈少数电线干扰比较少的茶田，所以整个景观也比较干净。那拍照回去就不用修图去磨掉电线。这些都是私人的茶园，所以千万不要走进去茶田里面，就走外面的开放道路就好。我们是11月底来的，那个时候茶树正在休眠期，但是叶子还是很绿。其实空气里并没有什么味道，但是这个画面就是会让你觉得很清新，然后就会自己脑补，好像一呼吸就会有一股茶味，香香的。总之这里就是一个很有氧有机的风景。中间有一棵树搭配富士山，好好看哦。这种景观真的只有在静冈这里看得到耶。这里的路不会很窄，可以骑进来绕一圈。不过我们骑进来的时候，也在这个宁静的茶园里制造了一些噪音，我自己是觉得很不好意思。而且大部分游客都是用走的在逛，所以我们也骑得很慢。这时候就会觉得骑车比开车舒服，因为可以听到鸟叫声，也可以吹到凉凉的风。如果要用走的逛这个茶园，停停走走加休息，建议可以留2个小时。而且茶园里面因为没有什么遮蔽物，所以夏天来的时候要注意防晒。我虽然完成了在茶园里骑车的成就，但是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反而没有做，就是我没有喝到这里的茶，所以真的是不知道在玩什么。在入口的取景木架后面有一个小小的直贩所，在那边就可以喝到这里的茶，但是我竟然走过就错过了。另外一个可以喝到大渊市场茶的地方，就是预约这里的茶之间。静冈总共有6个茶之间，可以让你坐在茶田里的小木台上，一边看风景，然后一边喝茶。那其中有3个可以看到富士山，大渊市场就是其中一个。这个画面看起来是不是很赞？我去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东西，也就完全不知道要去预约，没有喝到这里的茶，真的好可惜哦。希望我这个失败的例子可以帮到大家。